那自从阿里巴巴 Y2.1 这个模型发布之后呢，其实整个业界的震动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方面呢都展现出来一些非常积极的情绪。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会员。会员呢，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发出了一组文章。那这组文章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他写的这个文本啊，说大家好，这次你找到了什么？请使用全屏模式。那我们也不用看全屏模式了，我们大概看一下，大家都能看出来，它应该是图生视频。这边是图片，那这边是生成的视频。大家可以发现，生成视频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那同样，它有写实的、人物的，然后有这个动物的，是吧？或者叫特写的，还有这种景物的。其实这个也说明了会员一直在图生视频这个模型上面呢，在不断的努力。但是他为什么发这样一组文章？其实呢，也是迫于万这个模型的压力。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模型。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呢，其实在做万这个模型和其他模型的一些评测。当然，这些评测大部分掺水的居多，没有什么实际的参考价值。但是呢，我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是万 2.1 这个模型在480乘以848这个分辨率。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用480乘以848啊，因为它官方呢应该是832，当然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和可伶 1.6 的这个对比，当然有的是和高质量版本，有的是和普通质量版本啊。不管怎么讲，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开源模型和一个闭源模型有多大的差距。这个呢是飞驰的皮卡车，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个是一个女生舞剑，这边是万啊，这边是可伶，有的是 1.5， 有的是 1.6， 这个可能有点问题，来看一下。注意啊，用的都是图生视频啊，其实图片都是一样的。看这个埃及法老在玩平板电脑是吧？然后这是那个蜘蛛精，黑神话悟空里边那个角色。那通过这样一些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呢，万 2.1 已经和可伶呢基本上到了一个持平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部署在本地的话呢，其实相对的还是性能要差一些，比你直接用的云端的那个资源还是要少一点的。所以说呢，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万 2.1 呢要稍差一点，但是到了这个水平，我觉得已经说明开源的力量足以和封闭的这种模型或闭源的这种模型相抗衡。当然，还有一个大事件不得不提的就是 Conf.ui 的官方也非常兴奋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原生的开始支持万 2.1 这个模型。我觉得它这个宣传的动画非常的有意思啊，在中国的俗语里边有一个说法叫猫挠门啊，或者叫狗挠门，是吧？指的就是一个人他心情非常急切。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当 K 神已经率先宣布支持这个万模型之后呢，官方也是非常着急的，在第二天呢也推出了这个原生版本的万模型的这个支持。所以说你会发现开源的力量的确还是无穷的。那如果不是开源模型，那各方呢不会这么积极的去推进一个技术。那如果不是这个模型出现，我觉得可伶依然会悠哉悠哉的，然后在它需要的时候来推出它的图生视频模型。但是一旦万这个模型出来之后，那就逼着它不得不加快它研发的一个进度，而且它对自己的质量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把控。为什么呢？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开源除了带给我们这个模型之外的其他的很多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说的开源的力量，或者叫开源领导力。那在这个视频里边呢，我们重点还是给大家来介绍 Conf.ui 原生的支持应该怎么去部署，怎么去搭建，怎么去下载模型，构建工作流，并且呢，我们会对模型做一些基本的评测。那我这个模型的评测呢，不会仅限于说是原生的，还是 KJ 大神的那个扩展的，那我可能两个都会去用，因为呢，有些功能还是有差异的。比方呢，官方发布的这个并没有视频编辑的功能。另外呢，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一系列的视频都是我实测产生的，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能充分的说明这个模型它带给我们的一些亮眼的地方，或者能够说明它自身的能力和特点。那下边我们就看一下万 2.1 这个模型在原生的 Conf.ui 里边的部署。那么我们首先进到 Conf.ui blog 它的网站里边，那么你可以看到它的头条的文章，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万 2.1 value 啊，已经被原生的 Conf.ui 吃了。那我们点开这个文章，你可以看到具体的部署方法。
首先呢，它提供的模型呢有14B 的和 1.3B 的，当然 1.3B 呢就是我们的文声视频的，没有图声视频的。其实这个呢也是会员 One 2.1 这个模型的一个思路，开始在行业里边做精细化，也就是说我既针对企业级的 GPU， 也针对消费级的 GPU。另外呢，它也提到了，就是如果你要是用 1.3B 的，那么我们生成这个视频的话呢，只需要8个多 G 的显存，所以说在一般的 GPU 上呢都是可以跑起来的。它这有具体的这个工作流。下边我们看一下它的部署方法。首先呢，安装很简单，将你的 ComfyUI 更新到最新版，或者你直接下载它的桌面版的应用程序也是可以的。另外你要注意，我们需要加载4种文件，不是4个文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模型 Diffusion Model， 那我们可以点开这个链接。这个链接呢，我在上一个视频里边给大家展示过，这儿有4个模型，分别是 480p 和 720p 的图片生成视频的模型，都是 BF16 版本的。文声视频版本的有2个，一个是 14B 的，一个是 1.3B 的。它的大小呢，我们在这儿也能看到。这个呢，基本上会比 K 神的那个版本多1倍，因为呢，它这儿并没有做 FP8 的版本。另外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文本的编码器，你要是点击它呢，会直接下载。我们可以通过这儿去看。下边呢，你可以进到 Text Encoder， 然后找到我们这2个编码器啊，它现在呢也是有一个 FP16 的和 FP8 的，这儿我只下载了 FP8 的，我觉得 FP16 的呢，我可能现在还用不到。那另外呢，就是 Clip Vision， 也就是视觉的这个编码器，然后我们可以点开这个文件夹，可以看到这个视觉编码器。1.26个 G， 最后呢是我们的 VE， 这个 VE 的话呢，它目前提供的只有这一个版本，而且也是非常小的。你下载下来放在什么地方？主模型放在 Diffusion Models 里边，那文本编码器 Text Encoder 里边，然后我们的视觉编码器放在 Clip Vision 里边。你注意这个跟 K 神那个不太一样， K 神那个是放在 Clip 里边的。另外的话呢，就是 VE， 这个就放在 VE 里边。这个视力的工作流的话呢，在这个抱抱脸的页面上也能看到。我们再后退一步，在这儿有这个视力的工作流。你注意它这个工作流只有2种，一种是文声视频，一种是图声视频，并没有视频编辑的。下边我们看一下安装好之后它的基本状态。那首先呢，我们是进到 ComfyUI 里边的 Models 的目录里边，首先呢是 Diffusion Models 里边。那我现在把它放到了 One Native， 因为为了防止它和 K 神的这个版本冲突，所以说放到这里边，这3个版本。注意 720p 的我没有下载，然后呢是 Text Encoder， 这个我同样是放在这儿，大家看一下。然后呢是视觉编码器，放到这儿，而 K 神那个是放到了这里边。最后呢是 VE， 那同样我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叫 One Native， 你可以看一下。那大家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部署就可以。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去把工作流下载下来，到你的本地去跑就可以了。好，下面呢我们给大家尝试一下。那如果你要是不愿意下载它抱抱脸上的这个工作流呢，还有一个办法啊，就是大家可以进到 ComfyUI 的视力的这个页面里边。那在这儿呢也能看到一个标题叫做 One 这样的一个链接，你点进去，然后也有基本的方法啊。那这里边这些图片是可以拽进来的。那比方说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是 1.3B 的，然后 T 图位啊，就是文本到视频。好，下边呢我们试一下。那这个你不用下载下来啊，怎么去做呢？很简单，只需要打开我们的 ComfyUI， 然后呢你把你需要的这个给它拖进去就可以了，注意这样操作就行了。好，现在呢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基本的页面。下边呢我们调整一下各种各样的参数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模型，那我用的是 1.3B 的，注意一定是 native 的。那这个呢是我们的 Text Encoder， 下边 VE 调整完就行了。在这个里边采样呢尽量的是30步，那最少呢也应该是20步，再小的话呢就不建议大家去做了。这个提示词呢可以用中文的，也可以用英文的。下边呢我们用一个中文的来给大家测一下。下边呢我放上一段提示词，它现在是832乘以480。由于呢这个模型非常小啊，大家不用担心跑不动。好，下边呢我们来跑一遍，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飞在空中的汉服的美女，这个视角应该也是非常棒的，关键是看这个提示词怎么写。这个我们在评测的时候再详细给大家去说。注意这个只有33帧，那它用了多长时间呢？很快，其实啊，大概
83秒，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例子。下边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你注意是图生视频，那图生视频的话，它这儿有一个说明，就是它需要是一个 480P 的，然后 14B 的这样的一个主模型，另外的话需要有视觉模型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拽过来。下边调整一下，首先主模型你注意是 i2V 480P 的，然后呢，这个同样是它，然后这个你要注意是 Clip Vision-H。然后 V 跟刚才是一样的。下边呢，我们需要上传一张图片，那这样我们还是传这个。我们下边写一下汉服美女慢慢行走，停下来，然后优雅转身，就写这样一个提示词。同样是33帧。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用多长时间。这儿你要注意啊，这个 i2V 的版本只要20步采样就可以了。另外呢，它这儿有一个节点啊，叫 Clip Vision Encode， 它这儿有一个裁剪选项。如果说你现在不是一个方形的，而你这儿又是一个方形的话，就这儿跟这儿设置的不太一样的话，或者不成比例，你就可以采用一个裁剪。现在呢已经开始采样了，你可以在后台看一下它的输出。再看一下，由于我帧数不够啊，所以说呢，我们只能看到一部分这个动作。如果你这个足够长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动作就会更多一些。另外有人说，那你为什么采样的速度会这么慢呢？因为我们看一下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啊，353秒，就是你感觉上会非常慢啊。但是我们刚才看后边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原因是因为你注意这个 Weight Type 这儿啊，如果你选择 Default，它就是 IP16 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自己测的话呢，可以选成FP8 的，这样的话呢，速度就会快很多。我们来试一下。对啊，到现在呢才开始真正的采样，你可以感觉一下这个采样的速度。这个也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时间，大概呢用了246秒，这就是文生视频和图生视频。当然呢，文生视频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说的14B 的那个啊，那这儿你可以选成14B 的。那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这儿选成 FP8 的。那同样的提示词，那我们来生成一下。这儿我们说一下它这个节点啊，它这个节点用的是叫 Save Animated 的 WebEP 啊，这个存出来呢是一个 WebEP 格式的视频。那这种视频呢，它的压缩比是非常高的，而且能保证视频的清晰度。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图片或者是很多视频呢，可能都是这个格式的。但是这种东西呢，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不太喜欢，那你可以换成你比较喜欢的这个空间也是可以的。就这个，然后你注意啊，它这儿用的这个帧数都是16帧啊，一般我们那个都是24帧，对吧？它现在呢已经开始采样了，那你会发现14B 的时候，这个速度明显就降下来了，对吧？再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用14B 的这个版本生成的，其实明显能感觉出来更细致了啊。为什么这个速度比刚才那个图生视频要慢得多呢？你注意这儿的分辨率是832×480。所以说呢，它就要慢很多。这是我们说的关于原生支持文生视频的几个工作流。另外的话呢，就是 K 神的那个工作流呢，也做了一次优化啊。昨天我们测的时候它速度很慢，其实呢，现在呢速度还是不错的。那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原生的图生视频啊，它的时间大概是用了246秒。那下边我们看一下 K 神的那个，如果是同样的设置所用的时间，大家看一下，这是 K 神的那个工作流。那么现在呢，基本的设置是一样的，主要看分辨率这个地方，同样是512×512，然后我们现在是33帧，然后呢，我们跑一遍，大家看一下用多长时间。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对吧？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时间，它的时间大概用了179秒，那这个用了246秒。同样都包含模型加载的时间，如果只算采样的时间可能更低。所以说在这一次竞争里边，其实原生的这个性能呢，并没有完全的胜过 K 神的这个工作流，甚至呢可能要略输一筹。原因就是因为这儿是10步采样，当然我们不知道K 神怎么用10步采样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原生的工作流，我们用10步采样呢，达到的效果是非常差的啊，基本上是不能看的。那个必须得按照论文上写的
或者叫官方上建议的30步采样来跑才可以。那关于 ConfUI 原生的对于 One 这个模型的支持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例子，来评测一下这个模型的表现。那这个展示呢，为了更加节约大家的时间啊，所以说呢，我会用 K 神的扩展，然后在云平台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个的模型在生成视频能力上的一个测试。那么我这儿用的平台呢，依然是 Running Hub， 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进入到这个平台里边，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导入我们的工作流或者新建工作流。工作流呢，我这儿已经建好了。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一直没有介绍的一个功能，叫做视频的编辑功能。这个是 K 神那个扩展里边独有的一个功能。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这儿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同样是一个512×512的一个大小。然后呢，我可以将它变成另外一个人，大家注意，这个呢变成了一个西方的一个女孩。而我这个提示词是什么呢？是 High Quality Nature Video Features a Beautiful American Woman。然后这个工作流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你注意啊，它是一个叫视频到视频的，但是它用到的模型是一个 T2V 的，而且为了速度，这儿用的是 1.3B 的，当然你用14B 的也行，而且用了一个量化，所以说速度会是比较快的。好，我们来跑一下，现在已经开始采样了，速度很快，看一下啊，同样的一个效果，对吧？它不仅仅是对视频的人物进行编辑，背景呢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它整个的这个动态呢是一样的，哎，能看出来吧？这是我们在原生的这个 ConfUI 里边并没有支持的一个功能。那下边呢，我们就全面测试一下它文生图的能力。这个时候呢，我们直接用 K 神的文生图的这个视频生成的工作流。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第一个呢是我之前已经生成好的，这个我就不重复生成了。这个呢主要是研究这个叫什么？叫物理规律的遵循。那我们先来看提示词。一位东方美女缓缓从清澈如镜的湖水中浮现，然后水柱沿着她乌黑亮泽的长发和白皙的肌肤滑落，滴落在平静的湖面上啊。然后面容这个不用去说了，后边有碧波荡漾的湖面，然后有荷叶，还有粉红色的桃花，然后有风的效果啊，然后荷花轻轻摇曳。好，我们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这个女孩呢从这个水里边出来，你注意整个的表现是不是和真的是一样的？远处的荷花，水流下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全面的测试出来，那么它对物理定律的这种遵循的确是远超其他模型的。好，下边呢我们换一段提示词，这个呢是用来测文本的啊，主要是说一个汉服女孩手里边拿了一个折扇，上面写着 AI 老腊肉。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啊，我们直接跑一遍。现在这个帧数是足够的啊，是81帧。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的表现 ，AI 老腊肉这个由于分辨率的问题，其实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字是对的，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边呢我们换一个提示词，那这个呢同样是有文字的这个描述，也是一个女孩拿着一个折扇，但是呢它现在呢是有一个运镜效果的，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啊，它是不是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看这个就有运镜的这个效果了，对吧？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虽然稍微有点模糊，因为我分辨率比较小。好，下边呢我们继续换一个复杂运镜的提示词，说镜头先从一个雕花木窗缓缓摇入啊，然后窗外在下着雨，然后移到窗内有一个汉服女孩正在写字儿啊，就是大概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的表现，运行一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运镜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下边我们测一下变形的动画。这个变形动画呢，指的是一个女孩，然后站在阁楼之上，突然呢有一道金色的光芒从天而降，照住了她啊，然后她的汉服呢就换成了一副金色的铠甲。好，下边呢我们试一下。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对吧？这个变形的动画呢非常好的能呈现出来。然后呢我们来测一个刚才已经测过的啊，就是那个一个古装的美女在天空当中飞。因为这里边有一个特殊的手法，就是女子以超人般的姿势在云海中高速飞行，所以说呢它就能出来你想要的那个视角啊。好，下边呢我们试一下。大家看一下，非常棒的一个视角，对吧？注意啊，这儿我们这个提示词里边写着一个以超人的姿势，因为我们去描述这个姿势不太容易描述。那你怎么让模型知道它准确是一个什么姿势呢？你最好有一个
代表性的参照物啊，这也是我们写提示词的时候一些非常重要的技巧。最后呢，我们再来测一个关于交互的啊，夕阳当中的情侣正在接吻，我们来看一下效果。这个动作的交互性我觉得没有问题，镜头旋转是没有体现出来的，可能帧数太短，或者是我提的要求太复杂，但是总体上来讲交互性还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视频呢我们讲的内容比较多，首先我们知道怎么在原生的 Comfy UI 里边去实现 One 这个模型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另外的话呢我们做了一些实测啊，来看一下 One 这个模型的纹生图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包括复杂的动作、复杂的场景、物理规律的遵循、复杂的运镜、变形的动画、交互的这种呈现，还有文字的这种呈现，包括中文。那么我们都发现它的表现都还是非常棒的。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